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6月25日啊，原來呢一個月已經第2宗啦。半個月前呢，就喺中國境內又發生襲擊美國人嘅新聞。咁今日呢，喺中國嘅蘇州呢，就有襲擊日本人嘅新聞喎。咁呢個襲擊日本人嘅新聞呢，都令我原來知多咗少少嘢啊！原來喺蘇州呢，有日本街嘅，有日本風情街，有好多日本店鋪。呢個好難得啦，因為喺全國各地呢，經常呢，每隔1-2年呢，就會發生排日運動嘅。排日運動呢，就會對啲日本嘅商店啊又打又襲搶就出現嘅，甚至乎有唔少案例咧，就有中國人着住和服咧，俾人拉咗話尋釁滋事。嗱，最新啊話有法律咧就會懲治台獨分子啊嘛，呢個罪魁禍首可以判處死刑。咁但係其中有一條咧就話傷害民族感情罪喎，但係傷害民族感情罪咧就好彈性，好似以前咧就中蘇咧係友誼萬歲嘅，中蘇友誼萬歲，蘇聯係社會主義老大哥，但係突然間史太林死咗，赫魯曉夫上台咧就變成咗中蘇交惡啦，打倒蘇修主義，打倒社會帝國主義喎，咁啊所以可以突然間改變嘅。譬如話呢個同北越以前咧又好好兄弟啦，11段線可以俾2段線呢個北越嘅，咁但係後來咧就變成咗北越咧就係社會主義嘅叛徒喎，就出現咗呢個中越戰爭、邊境戰爭，同美國又係話反美帝反咗幾十年嘅，突然間咧呢個尼克遜訪華變成咗中美友誼萬歲喎，所以咧喺中國咧呢個民族感情咧就好彈性喎，你今日就係反日，第二日就可能哈日親日嘅喎，呢個就係睇下個實際嗰個社會同埋利益所在喺邊度啦，咁呢個好難講嘅。今日睇呢單新聞呢，我覺得有一個好欣慰嘅地方，就因為呢一對日本嘅母子就喺當地呢，就係返學嘅，讀國際學校啦，讀日本人嘅國際學校。咁等校車嘅時期呢，就受到一名叫周某某嘅52歲男子襲擊。咁襲擊期間呢，就有一個中國籍嘅女子喺校車上面工作嘅，就協助係幫手拯救咗對日本母子。呢個就係睇到人性嘅光輝喎。咁最終咧就3人受傷，一對日本母子受傷啦，但係好慶幸嘅就係一個日本人咧就基本上冇事，入院治療之後馬上出院，另外一個日本人咧仲係留院治理咁情況咧都未算嚴重，唯一一個情況危殆咧就係中國籍嘅女子，呢個亦都係感覺到即係好傷心啦佢救人，但係結果自己就有生命危險。咁呢個周某某咧就無故襲擊呢一對日本母子。佢喺外地嚟喎，新聞報道又話，咁同半個月前襲擊呢個嘅美國人咧就話偶發性嘅襲擊，偶發性襲擊當然好多網民係唔賣帳啦，就話偶發性襲擊點解身上有攻擊性武器嘅因為呢個嘅失意而帶住攻擊性武器喺街上，然後就去襲擊一個美國人，咁大家覺得係不合情理嘅。咁今次呢個日本母子嘅事件呢，到底係咪偶發性事件呢？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話梗係偶發性啦，外國每日都有發生呢啲種族歧視或者係一啲嘅襲擊外國人嘅新聞。咁事實上係而家美國、英國我諗每日都有類似嘅新聞發生啊。咁所以你好容易跳到去 conclusion 就話中國係咪義和團復辟呢？呢樣嘢呢，我覺得就係言過其實嘅。咁但係咧好肯定嘅就係100幾年前嘅義和團呢，佢哋好仇恨外國人。今天嘅中國小粉紅咧，仇恨外國人嘅程度咧，比起100幾年前會唔會減退咧？似乎未必有減退甚至乎可能會更多，因為100幾年前冇社交媒體啊嘛，能夠直接接觸到外國人嘅中國人其實好有限嘅啫。佢哋接觸嘅就係一啲傳教士或者叫二毛子、三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咧就係幫傳教士工作嘅中國人。咁見到佢哋哈哈霸霸咧。佢哋對外國人或者係對嗰啲所謂二毛子、三毛子梗係覺得仇恨噶。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佢哋嚟傳教，傳同佢哋嘅價值觀完全徹底矛盾嘅一個信仰。咁佢覺得梗係有問題喎，唔俾拜偶像喎。佢哋拜咗呢個嘅觀音，即係過千年啦。你話俾唔俾拜偶像唔俾拜祖先上香喎。咁佢哋中國人拜咗幾千年嘅祖先噶嘛？你突然間咁講，咁文化衝突啦。所以100幾年前嘅義和團呢，其實你真係要親身接觸到啲洋人或者係幫洋人工作嘅華人呢，先至會有較大程度嘅衝突。咁你話經濟唔好，晚清嘅時候經濟唔好，但係我之前呢做經濟史研究考證過啦，喺1890年代咧，中國嘅經濟一早已經復甦咗噶啦。其實就係1870年代咧，嗰個美洲白銀重新流入咗中國，加上咧中國本土種鴉片之後咧。嗰個白銀流失咧，
已經係完全逆轉咗噶啦。所以義和團爆發嘅時期咧，就唔係呢個嘅中國經濟壞嘅時候嚟嘅，係相對穩定嘅時候。即使係輸咗一場又一場嘅戰爭，都係政府賠款然後加稅，但係咧民間嘅經濟咧其實就未至於好似以往嗰啲朝代講話咩黃巾之亂起義啊、黃巢起義啊嗰陣時咁民不聊生嘅。咁晚清都唔係咁嚴重。咁但係今天咧，今天所謂嘅小粉紅對外國人啊、對洋人啊，尤其是對美西方或者係對日本人嘅仇恨啦，係比以往大好多，因為而家嗰個媒體係強咗嘛。而家有抖音、有小紅書、有微博，就不斷咧將靖國神社嘅新聞啦，將美國話要制裁中國嘅晶片業嘅新聞啦，將英國拘捕咗呢個嘅經貿辦間諜嘅新聞，不斷咁咧係發酵放大，然後咧再放大一啲所謂嘅烏克蘭同埋俄羅斯之間嘅矛盾，就話係北約嘅。咁然後咧不斷用資訊咧，係令到中國人咧係對外國人有一種仇恨嘅睇法，呢種叫做仇恨主義教育啊嘛。仇恨主義教育根據傅高義教授咧，已故傅高義教授嘅研究，就其實嚟自8964以後嘅，因為8964以後咧，大家發現到咧就係社會主義破產喎，咁所以佢哋要揾一種新嘅主義嚟代替社會主義，就揾咗民族主義啦。當然民族主義喺8964以前都有嘅，但係8964之後咧就係越嚟越高漲。就係要用民族主義取代社會主義嘛，所以今天中國人咧又有抗日神劇啦，又有抗美援朝嘅一啲嘅電影，講冰雕連嘅電影，不斷咧利用呢啲所謂民族主義情緒去作為一種日常生活嘅教育，或者係商業嘅一種運作。咁所以今天係比100幾年前咧義和團嘅時期咧仇外咧，可能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但係點解冇出現100幾年前嘅局面呢？咁呢個我認為同政府嗰個管控咧能力係強咗好多。100幾年前政府管控唔到義和團，所謂權亂。後來咧佢只能夠咧認為民氣可用，佢哋仇洋，而呢個嘅慈禧太后亦都仇洋，所以大家結合起上嚟啊嘛。因為你要剿滅義和團，其實同剿滅太平軍啊、太平天國啊、廉黨啊或者天地會一樣好困難噶嘛。政府當時擁有嘅工具，即係第一監控唔到佢哋。孫中山都捉唔到啦，倫敦蒙難記都捉唔到孫中山啦，管控監控唔到。第二就係咧嗰個實力咧相差其實唔遠啊，即係政府軍、八旗子弟、綠營兵同埋呢個義和團之間嘅軍力咧相差唔遠喎，大家都係用冷兵器嘅啫。當然啦，有北洋新軍，但係你隨時調動佢哋去唔同地方剿匪咧，亦都係好大成本嘅，好高成本啊嘛，人數亦都有限噶嘛。所以100幾年前義和團冇辦法政府完全控制。只能夠咧就係民氣可用，吸納佢哋，所以以行政吸納政治，將佢哋納入咗去政治嘅體制裏邊，由權匪變成咗咧政府嘅民兵政府軍添，用義和團咧去攻擊外國人，對11國家宣戰，呢個就係100幾年前嘅故事啊嘛。因為政府控制唔到，監控唔到，到今天唔同啦。今天咧雖然咧而家啲人係越嚟越仇恨外國人，但係政府係管控到啲人喎。係咪？你如果有大規模嘅示威，咁首先要批准先得㗎。政府唔批准，派公安嚟一下子就鎮壓咗你嘅示威啦。所以每次有反日嘅示威，或者之前有反韓國人嘅示威，都係政府咧同意底下、默許底下發展嘅。否則嘅話咧，你任何喺微信、微博喺度討論醞釀嘅時候，佢已經將你封咗群組啦，已經將你取締咗。咁而且咧，而家咧政府亦都實實在在咧，佢點解要反外國人呢？因為外國人喺中國其實好大嘅生意投資嚟噶嘛，佢冇理由真係要做出嚟係要反外國人嘅，但係佢可以講出嚟反外國人。因為如果你做出嚟反外國人呢，反洋人、反日本人呢，投資撤資，可能佢哋會得不償失嘅。佢哋有限度地反，譬如話當日所謂呢個禁航令，咪禁啲航星咯，禁咗樂天啦，打擊樂天超市咯。但係唔會打擊三星啊嘛，唔會打擊韓國嘅晶片業噶嘛，因為佢哋有需要依賴韓國嘅一個科技啊嘛，佢哋只係打擊一啲韓國嘅明星即係所謂嘅下馬威咁解啫，有限度嘅一種控制，一種打擊嚟。所以今天中國政府咧控制嘅工具就強咗，佢哋覺得如果真正係做一啲仇外嘅排外義和團式嘅，佢哋會對自己嘅利益會受損嘅。但係如果民氣上純粹係情緒上發泄，喺討論區、喺小紅書、喺微博下邊呢啲留言呢，我就為咗睇呢單新聞呢，就睇百度啦，到底有幾多個新聞報導係講今日呢單新聞其實好少，主流媒體基本上係冇講，淨係得啲網易呢個澎湃新聞東方網有講下。
主流嘅媒體咧就一筆帶過或者提都冇提。咁下邊啲留言咧都係冇嘅。有啲自媒體下邊有留言，嗰啲一片咧就係仇日，就話做得好啊嗰啲咁嘅情況。咁但係點解政府要咁樣做咧？呢個就係咧要團結國民有效嘅方法啊嘛。你團結一個圈子最有效嘅方法咧就有共同嘅討厭對象。你有共同愛嘅對象咧，好難喎，因為愛一個人咧，你好容易咧係會改變咗你愛嘅。你今日愛呢個麥當娜，聽日咧就可以愛 Lady Gaga， 後日就可以愛 Taylor Swift。你愛咧就可以隨時改變嘅，但係你討厭一樣嘢或者討厭一個人咧，你就可以好穩定地討厭下去。所以今天咧，中國咧就利用咗個民族主義情緒，討厭咗美國人啦、英國人啦、歐洲人啦、烏克蘭人啦，討厭日本人啦，就利用呢啲嘅新聞咧，發布呢啲咁嘅信息，然後咧就團結國內認為咧我哋中國咧有好多不足，但係為咗要打敗美西方嗰種帝國主義嘅邪惡，我哋可以咧抹去我哋嘅不足，我哋嘅鄉下嗰啲屋俾人拆遷唔緊要，呢個睇醫生咧嗰個醫保唔包唔緊要，或者係用藥咧冇錢唔夠治唔緊要，我哋就可以為咗要打敗美西方，打敗日本人嘅狼子野心，放棄我哋一啲即係不足唔好放大我哋不足，去聽政府話。所以呢一套咧係有效嘅論述係發展出嚟。咁呢種論述咧同西方咧，譬如話英國、美國一啲種族歧視咧，本質上係唔同嘅。咁本質上咧，人咧其實不嬲都有種族歧視，中國人咧就叫洋人做鬼佬。咁鬼佬呢個字咧，香港之前有法庭就話咁唔係歧視嚟嘅。咁可能因為講得多啦，大家都唔覺得係歧視啦。咁但係其實咧，鬼佬呢個字咧，我估計即係我睇中國嘅古籍，最早咧就係嚟自呢個嘅商朝、周朝嘅一啲嘅文獻甲骨文，就話呢個民族咧，一個西北嘅游牧民族，饒宗頤教授認為係即係印亞地區嘅人嚟嘅就係叫做鬼方。鬼方咧，哇！即係當時有好多唔同方嘛，有土方有其他咩方即係有鬼方。佢哋覺得好似鬼鬼地咁喎，望落去個樣同我哋唔同，我哋就係人，佢哋就係鬼。呢個就係每一個民族咧都有一種嘅種族主義喺度，就係以我自己為中心，其他人咧同我哋唔同咧，佢哋就係鬼啦。呢個就係種族主義啊嘛。呢個種族主義係由來已久嘅喎，歧視係所有嘅物種咧，哺乳類動物咧都經常會出現嘅喎。譬如話咧，狼群裏邊都有階級主義嘅喎，亦都有種族主義嘅喎。黑猩猩嘅種族主義就最明顯啦，狼群嘅階級主義咧亦都明顯啦。狼群咧有頭狼、二狼同埋底層狼，呢個阿爾法就係頭狼。所有食物咧都由頭狼食先嘅。然後咧就係二層狼食先，最後咧就底層狼先可以食。如果底層狼咧去偷偷地食咧，佢哋會受到攻擊嘅。或者如果底層狼咧佢哋嘅體力咧再衰弱咧，就往往會俾其他嘅狼群咧係趕走，離開佢哋嘅群體。咁呢個係階級歧視嚟噶嘛？階級歧視咧係不斷都有嘅，即係有錢人會歧視啲冇錢嘅人啦，或者有能力嘅人會歧視啲冇能力嘅人。咁呢個咧係哺乳類動物嘅本性嚟，黑猩猩都會有咁嘅情況喎。而黑猩猩咧就會對於外邊嘅群體，狼同埋黑猩猩都係都會係有敵視嘅。因為咧當外邊嘅黑猩猩或者外邊嘅狼入咗自己嘅狼群或者黑猩猩團體裏邊咧，就會代表乜嘢？就會代表佢原有嘅利益會瓦解啊嘛，就代表原有嘅嗰個秩序又會受到動搖啊嘛，所以咧佢就會排斥。所以中國人咧喺幾千年前商周時期就會叫其他民族做鬼方、險韻即係用狗爪部嘅或者用鬼呢個字嘅去形容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就係以我為人，其他人就係非人化咯。呢個就係好常見喎。所以咧，今天你話美國喺歐洲喺英國咧，成日都會出現種族歧視。其實呢個就係哺乳類動物嘅天性，只不過現代社會我哋有咗啟蒙運動之後，我哋文明多咗啦，我哋知道歧視係唔好嘅。再經歷過咧最近嘅100年咧，所謂嘅黑人民權運動嗰啲各種嘅即係平權嘅運動出現啦，女性平權嘅運動出現啦，咁對於呢個歧視咧就開始越嚟越咧即係重視越嚟越戒體，越嚟越咧打擊。當然啦，而家美國或者英國都有過猶不及有啲人認為即係過分保護所謂種族平等，好多時候考大學也好，或者做舞台劇也好，都要每個種族整一個角色出嚟，而唔係純粹跟住能力去考慮。咁呢啲又係一啲所謂嘅極端化嘅現象啦。咁但係喺美國喺英國咧，往往歧視咧呢啲嘅種族咧
同埋中國嗰種義和團式歧視嘅種族有一個本質上唔同嚇。美國、英國街頭上歧視華人、歧視黑人，即係都係時有所聞嘅新聞啦。行過突然間有一個白人可能對住你大嗌，可能佢都係窮人嚟嘅，佢係飲醉咗酒嘅，佢對住啲膚色唔同嘅人大嗌，呢個亦都可以另外一種解釋嘅。咁就係咧往往咧喺西方咧歧視以種族膚色為歧視，譬如話一啲嘅極右嘅政黨興起，你都睇到佢哋嘅選民咧，往往都係啲最窮嘅白人嚟喎嚇，或者有啲黑人社區咧，佢又會歧視亞裔人嘅喎嚇，可能佢個社區本身亦都係好貧困嘅喎。咁點解咧？就係第一就係同頭先所講嘅生物圈子嗰種排外破壞佢嘅秩序有關係啦。因為有外國人移民入咗嚟，佢哋會覺得原有嘅秩序受到打擊，呢個係其一。其二咧就係因為咧佢哋嘅社會階層咧本身亦都係低，所以對佢嚟講咧，除咗膚色、種族或者語言、口音呢一啲其實無關痛癢嘅嘢之外咧，佢冇嘢值得自己自豪啊！佢哋唯有用呢啲咁嘅藉口講話我哋 proud of 佢哋係咁樣，佢哋 proud boy， 佢哋係點樣，就係用呢個種族去作為一種自豪感，因為佢冇名車、冇手錶冇一個好高尚嘅職業。或者冇一層樓冇股票可以好靚嘅老婆去榮耀自己喎，佢就用膚色去榮耀自己用呢個嘅口音去榮耀自己，用嘅眼睛嘅大細去榮耀自己，就用呢一啲嘢去榮耀自己嘅時期咧，就往往係低層嗰度咧係會出現多一啲。低層嘅社區或者係啲貧困嘅社區咧，出現種族歧視咧，往往係會高一啲嘅。有唔少嘅研究係指出咗啦。咁我一陣間會將啲研究嘅引用嘅資料嘅內容擺喺 Patreon 度俾大家參考。咁同時間咧，如果有錢嘅階級咧，或者中產以上嘅階級咧，喂佢哋可以用咧呢個嘅社會地位作為歧視喎。佢哋唔一定用種族膚色去歧視喎，佢哋會歧視啲底層糧咯，歧視啲窮人咯。呢個咧係西方嗰種歧視嘅特點。而家中國嗰種咧對外國人嘅仇恨咧，有冇頭先嗰種喺度咧？可能有，但係唔係好嚴重。更嚴重嘅就係政府去宣導、宣傳，用錯誤嘅歷史資訊去解釋就變成咗咧對西方人啦、對日本人、對韓國人啦，就有另外一種敵視嘅態度，就同呢個嘅狼群式嘅或者黑猩猩式嘅歧視咧，可能都有重疊，但係佢會有更多其他嘅政治考慮原因，但係因為呢種政治考慮原因係政府發放出嚟啦，所以政府咧亦都有大數據啦、人工智能啦、網信辦啦，有更好嘅手段去監管喎，所以就變成我認為咧，今天中國咧唔會出現到好似百幾年前義和團，即使有發展呢種傾向，佢可以用斷網拘捕嗰啲首要分子串聯分子將呢一啲仇外嘅行為咧係撲熄嘅。咁但係從今日呢單新聞睇到啦，其實中國人都有好多好人嚟有個中國嘅女職員竟然係拯救咗一對日本嘅母子，咁可能係會令到自己身體受咗重創，咁呢個令到人哋係覺得非常之即係敬佩嘅咁所以唔好一竹篙打一船人，從來一竹篙打一船人就危險嘅。又或者咧，將一啲嘅群體非人化，譬如話以前喺非洲呢個胡圖族同圖西族就互相將對方非人化，稱對方為一種昆蟲嘅動物。一旦你咁樣做嘅時期咧，你就覺得昆蟲動物可以隨時踩死殺死嘅，就會可以將佢哋即係視之為非人。就好似中國嗰啲叫嗰啲做鬼方用狗爪邊稱呼佢哋嘅民族咁當然有啲學者認為用狗爪邊稱呼咧，可能因為佢哋係游牧民族同狼群相處，狼圖騰，所以可能係咁，未必一定係歧視嘅。咁但係呢個應該唔係孤證嚟嘅，因為從好多中國人嘅壁畫畫像睇到咧畫佢哋嘅樣咧，同埋畫即係所謂嘅華夏文化嘅樣咧，又係有一個好大分別嘅。咁呢個就係哺乳類動物啦，嗰種特性喺度。但係我哋明知我哋身體有一種咁邪惡嘅特性咧，我哋就要用現代嘅文明、現代嘅普世價值去圈住佢。香港人如果講歧視咧，香港歧視外國人啦，或者少數民族，或者係嗰啲南亞裔嘅人或者幫我哋屋企做工作嘅工人姐姐，可能咧係比起西方人咧係更加嚴重嘅。西方咧可能都歧視嚴重，但係而家政治正確好流行啊嘛，佢心裏歧視你，佢都唔敢講出嚟。往往大聲講出嚟嗰啲咧，就係可能係社會底層，因為佢哋冇嘢好怕啊嘛。如果你係上流人士嘅係哈佛大學嘅校長嘅你講完出嚟，可能你會調工作喎，所以佢哋會重視政治正確。上流社會反而低層嘅咧，佢哋就豁出去啦。
行過佢哋嘅社區咧，容易俾人哋係講一啲歧視嘅説話啦，挑逗嘅説話、挑釁嘅説話等等等等，亦都係層出不窮嘅。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參考資料我會擺 Patreon 啦，好嘛？多謝大家，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拜拜。